小姐，大人从宫里回来了，皇上已定下3日后让您进宫参选。爹爹太过分了，当年明明答应我让我自由择婿，现在为了讨好皇上，就把我往火坑里推。可是小姐，您是当朝县主，这是多少官家小姐求都求不来的。我要嫁就嫁个志同道合的夫君，不要困在宫里当白鼠。爹爹一定派人追来了，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可是小李脖子介绍来的新丫鬟小雨，是的。怎么这个时辰才到？对不起，让大人久等了。在下姓沈，是附近几个村子的大夫，你先进来避避雨吧。真是个冒失鬼，进来吧，我给你找件干衣裳。太好了，这里离京城这么远，皇上的选妃总该找不到我了吧？虽然当丫鬟有点委屈，但总比被关在宫里强。就在这里躲上一段时间吧。昨晚淋了雨，身子可还好？多谢沈大人关心，我已经没事了。既然说要留下来帮工，那就从基本的打扫开始。这些东西看起来真有趣，在我们以前待过的地方都没见过呢。看你说话举止，不像乡野村姑，倒更像是城里的小姐。以前究竟在哪里做过活？我是在城里一户大户人家做过活的，只是一直在花园里侍弄花草，没进过厨房。侍弄花草的丫鬟连扫把都不会用，这扫帚是要朝下的。是的，那家主子对下人可好了，跟亲闺女似的疼。不是，我是说，看你这紧张的样子，你该不会是哪家小姐偷跑出来的吧？怎么会？我就是手生。小心！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罢了，今天先到这里，明天我再教你。我一定努力学的。虽然笨手笨脚，倒是挺可爱的。差点露馅了。这是龙涎香，还有珍贵的檀香。沈大夫竟有这样名贵的香料。识得这些香料前家主的夫人最喜欢这些，我经常帮她整理，所以略懂一二。既然懂行，过来帮我研磨檀香。你这手法倒很像宫中制香的手艺。我就是跟前家主学的。对了，沈大夫，你这香是要做成香丸还是香饼？香丸，这是给隔壁村生病的孩子做的药香。那要加入一些安神的龙骨粉和定心的珍珠末才好。我娘那位夫人说过，香药同源。说来奇怪，你对这些宫廷用的名贵香料倒是熟悉，可做起寻常家务却是笨手笨脚的。沈大夫，你看这香料研的可还行？手法娴熟，火候正好，算是专业手法。沈大夫，我家孩子又发热了。你在这继续研香，我去就来。差点露馅了。只是这位沈大夫，为何会有这么多宫中才用的珍贵香料？莫非他真实身份也另有隐情？沈明远，你这个闷葫芦，每天不出门再跟你这是收了个丫鬟？前些日子来应聘。那丫头怎么看着眼熟？我不是……公子一定是认错人了，我就是个普通丫鬟。哦，那你为何知道我要说什么？你认识他？有点眼熟。我真的只是个丫鬟。哦，普通丫鬟带得起这么名贵的珠钗？这是我娘留给我的。牧羊，别吓着他了。他既然不愿说，想必有自己的苦衷。也罢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不过明远，你可要把人看牢了，别让他跑了。这该死的，不会是看出什么来了吧？你今天怎么有空来访？我来给你带个消息，听说宫里在找一位重要人物，还是个女子。瞧着与你这丫鬟年龄相仿。公子要不要喝茶？我这就去准备。不急，不如跟我说说，你是从哪里来应聘？我怎么办？
这是被发现身份了。你也说了，县主金枝玉叶，怎会做这种粗活？明远兄，你这丫鬟长得真像那位县主，不过看她做事这么笨拙，肯定是我看错了。你说的对，快请回吧。就算是走了，我的手都要断了。这才扫了一会儿就喊累，看来要多练。沈大夫在家吗？我给你们送些自家种的菜。哎呦，这是什么香味儿？王婆婆，要不要尝一尝我刚学着做的养生点心？哎呦，好吃，感觉我精神好了不少呢。小丫头手艺不错呀。是沈大夫的药材好。你虽药材用的乱，但搭配的倒是恰到好处。那我给村里的姐妹们也带些去尝尝啊！可是我才学着做。没事，我可以再教你个简单的方子，你慢慢练习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以后别随便拿我的药材了，这些可都是珍贵的药材。知道啦，那您教我用普通的药材就好。沈大夫，你看我这次做的好不好？味道倒是比昨日强了不少。你先下去吧。听闻洛阳县主失踪，可有人见过这样一位姑娘？这位县主看起来贵气逼人，在下只是个乡野大夫，怎会见得这等贵人？最近可有生面孔来过？前几日倒是新来了个丫头帮忙，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。让她出来见见。小女子见过大人。走吧，显然不是，继续找。吓死我了！既然没事了，继续做点心吧。不过下次再见官府的人，记得先把手上的面粉擦干净。啊？我刚才就这样出去见人的吗？所以说，做戏也要做全套。这点心还要不要继续做？要做，我一定好好做。这样，举止间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气质。差点露馅了，还好沈大夫没有多问。沈大夫，您终于舍得带我出门了。整天关在院子里都快发霉了。药材用的这样快，再不教你认识，我这药房都要被你糟蹋空了。明明那些点心都很受欢迎，村里王婆婆还说能治她的老寒腿呢。巧合罢了。不过，你对药材的运用倒是有几分灵性。洛阳县主的最新画像，重赏500两。这县主可真标致，跟画上一样标致的姑娘可不多见。听说是不愿选秀才跑的，这样的富贵都能放下，也是个有意思的人物。怕什么？若真是那位县主，想必也是个聪明人，不会这么容易被认出来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。前几日集市上，你倒是把那些贵重香料的来历说得头头是道。我就是平日里好学，看了些医书。医书上可不会写香料的行情。那个可能是以前在药铺帮工时学到的。是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哪个药铺的？雨柔小姐，小姐，您在这儿吗？小姐，可算找到您了。春桃，你怎么能随意闯入别人家中呢？有什么出去再说。沈大夫，我能带他出去说几句话吗？去吧。你怎么过来了？路上有人跟踪你吗？小姐，你快跟我回去吧。自打您走后，老夫人就一病不起了。苏木他，哎呀，可是我现在回去就要被送进宫了。可是太后已经下了懿旨，这贤秀怕是推脱不得。我才不回去呢。我在这里挺开心的，况且沈大夫待我也极好。小姐，你是对沈大夫？别胡说，你快回去吧，就说没找到我。对了，替我好好照顾祖母，就说我很好。原来如此，不愿选秀的洛阳县主，竟会躲在我这里。沈大夫，
这是我新研制的安神茶，加了龙眼肉，可助眠。今日这般有心，可是春桃的事让你不安？您既知道春桃，想必也猜到了我的身份，毕竟您曾在太医院任职。看来你也打听过我。在您的医书上见过手稿，里面详细记录了各种宫中药方，难怪太医院都说您医术精湛。宫中药方，那些不过是些养生的小方子罢了。可我听说每次选秀前，太医院都要准备不少这样的方子，说是为了调理秀女们的身子。唉，那些女子为了进宫，连这些苦药都抢着喝，我却……你做得对，宫里未必是福地。你可知，我3年前在太医院时，就见过不少秀女被人动了手脚。有位权贵要我在检验时动手脚，我没同意，然后就被扣上了医术不精的罪名。难怪祖母说太医院少了位良医。我是说听人提起过。这次选秀，怕是又有人故技重施。你逃出来，倒是躲过一劫。朝堂之事，我已不想过问，但有些人手段从未改变。那您为何收留我？明知我的身份会惹麻烦。或许是看你与那些明争暗斗的人不同。天色不早了，歇息吧。沈大夫，我其实是……无论你是谁，能在这山野活得真实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大夫，不好了！宫里来人说太后突发寒症，御医院都束手无策了。太后娘娘，可是痛风又犯了。怎么？你好像对太后的病情很了解。哦，我是听您说的。太后年过6旬，最是怕冷，犯起病来最是凶险。是啊，所以这一趟非去不可。可是当初那些人您忘了吗？他们说您用错了药，害得贵人小产，这才被赶出太医院的。这些隐秘往事，你倒是知道得清楚。我是听春桃说的，她在宫里有个表姐。你是担心我入宫会遇到危险，还是担心我会说出你的事？县太医，太后都开始说胡话了，您再不去……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您的医书里有个方子，说是专治寒症的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就是用人参、茯苓、白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那个是叫什么来着？你在太医院长大，连这个都不记得了？你怎么知道我在太医院长大？3年前选秀，我就见过你给祖母请平安脉，只是没想到，堂堂县主，现在竟然给我当丫鬟。您既早就认出我，为何要装作不知？我若说破，你恐怕早就走了。那个诬陷您的院使，如今已经把持了整个选秀，他的女儿就是要取代我的位置。所以你查到了我的事，知道3年前我也是因为拒绝配合他们，才被诬陷下狱。他们说您用错了药，害得贵人小产。可我查过您的医案，分明是有人调换了药方。沈太医，马车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他们这次找您，竟是想让您在选秀验身时帮他们作假。您若不从，可能再次被他们陷害入狱。原来你一直阻拦我，是在担心这个。我只是不想您再受牵连。傻丫头，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将你留在府上？就是要查清这些年的真相。如今太后病重，正是时候。原来您都知道。那你还让我做那么多粗活？不然怎么让别人相信堂堂县主真的在我这里当丫鬟？沈太医，准备好了吗？太后的病可等不得呀！走吧，该是解决这些恩怨的时候了。那我也要去。太医院多年积弊，竟暗中勾结权贵，在选秀验身时动手脚。沈明远，若非你为太后诊病，朕都不知道这下阿杂事。你昔日被诬陷用错药害贵人小产，今日总算真相大白，朕要重新启用你为太医院院士。陛下，臣当年拒绝作假，才遭人陷害，今日能洗清冤屈，已是天恩。只是臣想告退归隐。3年前你被逐出太医院时，不是说要悬壶济世，
为何如今反倒推辞？回陛下，是因为臣女沈大夫这些日子不但收留逃避选秀的我，还暗中助我查明真相。他为了替臣女遮掩身份，甚至甘做山野郎中。堂堂县主在落魄御医府上当丫鬟，他不只是为了查案。臣女早已被他的医者仁心所打动，他明知我身份会惹祸，却仍护我周全。县主，你说要学医，原是存了这般心思。既是两情相悦，朕便赐你们这段姻缘。沈明远夫人太医院院士，与洛县主完婚。谢陛下隆恩。选秀作罢，朕要的是贤良，而非勾心斗角之辈。退朝。沈大夫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娘子，现在应该改口叫相公吧。这心愿不会变，爱情有点甜。相公，这次的茶你可不许倒掉，是我特意去太医院找老师讨的方子。原来你早就认识院里的长老，怪不得他总夸你手艺好。那是因为我以前常去太医院玩，每次祖母抓药，我就缠着张老师学煎药。你当时躲在府上，就是知道我和张老的交情。我查过你的事，知道你和张老师是师兄弟，所以才装作不懂医术，非要跟我学。那不是怕你起疑吗？况且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的。当初在选秀前夕，怎么就想到来我这里躲？我听到你替贵人接生时，明明发现药房被人动了手脚，却选择自己担下罪名，我就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原来你早就……我知道你冤枉，也知道你一定会查出真相，所以我才……傻丫头，你可知我当时多担心你被人认出来？你不也是明知故问，还让我做那么多粗活？那不是怕你露馅儿，才多找些事情让你做吗？现在不用躲了，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